Hello，大家好，我是 Susan，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在这里我谨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前段时间呢，在我们这边刮起了一个为期1周的风暴，邻居的一个树枝有一个像大腿粗的一个很长的几米长的枝干，整个掉下来了，恰好就砸在我这一个月季花坛这里。刚刚这1周才把它清理完毕。那今天我就先带大家看一下我这边现在的状况，稍后时间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我的月季的花苗对他们做的一些修剪后的一些施肥呀，以及其他的工作。那我们开始吧。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在那棵大的枝干清理过后的现状。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月季倒是出乎我意料的健壮，它们可能枝条都是比较新的，它的韧性都很好，因此可以看到没有很大的损伤，几乎没有任何的受伤。无论是罗尔德达尔还是奥利维亚，它们都很好。唯一的一个受伤比较严重的是这一棵枫树，它应该有1半的枝干，可以看到这一个位置。就劈开了这里也有一个位置，就是这一棵枫树，它被劈掉了1半，但是其他的这几棵灌木的月季也还行，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这是出乎我意外的。说起玫瑰呢，我就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的玫瑰，它在修剪过后，对它们进行的一些施肥呀，以及清理。那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是我都修剪好的月季苗一颗一颗排列整齐的在这里。看一下这些，以及这一边都是。我觉得我的月季已经多到了一个我快要管理不了的程度了，所以我今年仅仅是小小的入了2颗裸根苗，我会尽量的在这里面做出一点取舍，因为随着这些小苗它们长大以后，它需要很多的空间，因此这2年我想我应该不会再入新的苗了，先把这些苗观察好，看哪些适合我院子的风格以及它的生长状况比较合适的我才留下。那可以看到，因为我修剪的比较早，这一棵是巴黎月光，它现在新叶都已经长出来了，你可以看到很多但也有一些还在刚刚萌发的状态，譬如这些刚萌发，但是因为今年其实是一个暖冬，所以它们都现在都挺早的，都已经估计今年的花期会比去年提早最少半个月吧，我想。那好了，现在这个时候呢，既然我们已经对它们做完了一个修剪，那我们接下来其实是要给它补充足够的营养，让它在春季能够很好的生长。那我会分几个不一样的情况来介绍。首先是有几颗我从地里挖出来的，譬如这一个是无名的裘德，或者是朦胧的朱迪，以及这一个是 Delish， 还有马克夏加尔，这些都是从地里面起出来的，相当于它又恢复到一定程度的裸根苗的状态。那这些苗呢，我就是用普通的营养土把它种起来，我就不给它添加冬肥。在今年的时候，我就对它们的对待，这种从地里面挖出来的苗就完全像裸根苗一样，是没有冬肥，直到它展叶以后才施用水溶肥，这样会比较安全。那说完第一种情况，我们说一下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在一个花盆里面，它已经持续长了2年的中大苗，譬如是这一颗玛格丽特王妃，以及是这一个是我的Amazing Grace。这种苗呢要给它的植株修一下根，更换一下里面的泥土。那第3种情况呢，你可以看一下一些小苗上的处理。这种小苗其实你在现在要不要施冬肥，我觉得其实是不必要的，
因为小苗它其实生长得很快也会经常检查，可能每3个月、半年你都会检查一下。要是它已经满根了，你会直接给它换一个大盆。譬如这些我都是从原来的4寸盆换到这种1加仑的小盆，所以这种是检查的很频繁，而且它的苗比较小它的根系也不是很发达是用冬肥的话量不好控制，所以这种2加仑以下的小苗我全部都是基本用水溶肥来给它们做一个定期的管理。而且因为这些是一个盆栽苗嘛，对于这盆栽苗我基本都是要手动浇水，这样我在浇水的时候添加肥料非常的日常的一个程序，它们就没有必要额外的添加冬肥那除了这种盆栽呢，那我们再看一下一些大一点的植株以及地栽苗的做法。那我们以这几颗大的藤本为例，这里呢就是我所使用的一些肥料，包括是这是 chicken manure 就是鸡粪，上面这个是牛羊粪以及这一个是 bone meal 骨粉还有2个是从 Costco 买的缓释肥，包括一个是all purpose 就是缓释肥，以及一个是月季专用的。想特别说一下这一个这一个是说 2-in-1 systematic Rose Flower Care， 它其实就是包括了肥料以及里面是有农药的。我去年使用过来，发现它对蚜虫有非常好的防治的作用。但是因为它是有农药嘛，如果你是想完全的有机种植的话，那最好避开这一类的几合一的。特别如果你的玫瑰是想用来食用的话，那就最好不要用这款肥料。那今天我们就用这些材料去给我的月季进行一个冬肥的使用。那我现在呢是要打算给我的龙沙宝石去松一下土，有些大的石头我也可以捡出来，稍微翻一下土以后，我就给它下肥。这个主要是预防蚜虫的，应该就是每年就会只施用1次。刚早春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呢，其他的昆虫还没有很好的长出来，譬如瓢虫啊什么的，但蚜虫就已经长出来了，所以第一波呢就让它预防一下。但是后面呢，因为这是系统性的，它会 accumulate 在那个昆虫的体内，所以对于益虫也不太友好，因此我只用大的月季，因为上面的我没有办法把蚜虫给去掉，所以我会用。但如果是小型的盆栽呢，我也应该不会用。鱼肥没有太多的 idea， 它其实这可以稀释用，但不稀释加一点点应该也无所谓吧，试试看。再来了，这些是鸡粪，鸡粪我去年每一颗加挺多的，它今年因为有其他的肥料在这里，就不加那么多了，大概每一颗两个铲子吧。OK， 大概就这样，这就是1颗 OA 混合一下，然后就把原来的土把它放回去。感觉这个土面有点下沉，我其实还可以再加一点，再补一点点泥土。我这些泥土其实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土，它就是从地里刮出来的原土。不是有很多空间吗？我会在花箱这里放一些我这种很小的苗，这种扦插的苗。原因是因为它其实它这里排水挺好的，相当于它是一个育苗的基地，就可以譬如把它的自动灌溉系统放在这里，同时照顾好几棵苗，这个样子。这都是一些自己的扦插苗，一颗就管着好几颗。好了，这样的就结束了。这一颗，这是另外一颗，是一个 YH Rose， 就是一颗比较普通的绿林月季，但是我感觉这颗是种在塑料盆里的。那它的根系呢，就确实没有在陶盆那么健康。陶盆呢，我切下来基本还是白根。就是说，虽然它长得很满，但它的根系是健康的。但这一颗 YH Rose 呢，它的根系是长满的，但因为这个塑料盆不透气，因此它的根呢很多是坏死掉，就像这种黑色的。
这次我会切的比较多一点，深一些。塑料盆的好处就是它比较容易换盆，但是它的根系就确实不够健康，因此它的介质就要被输送透气才行。那这个切好呢，先把下面这些废土把它处理一下，再给它换一个新的土地。其实慢慢的，我应该要把这些盆栽的月季给它寻找合适的盆器，但是现在还没有，那就还是用一个塑料盆吧。那这种盆栽们呢，我通常都不用鸡粪了，会用牛羊粪更温和一点，就是营养土再加一点牛羊粪混合在一起。OK。那除了是那种已经在盆里面生长2年的，也有这种，譬如这一个是巴黎月光，它是去年才种下的，所以整个盆土大概就是1年左右的光景。那这种呢，我暂时今年我不会给它做换盆但是我会给它集中补充一下养分。拜耳的那个2合1呢，我就不会使用在这种小的植物上面，我只会在大的藤本月季上面，那些我没有办法处理它的蚜虫。但是呢，因为这一颗巴黎月光呢，它相对于别的植株，它的抗性有一点点弱，所以这一颗我还是会给它加一点点，但它的分量就要相对减少一些，就撒在它的根部这里。我再放一点这种缓释肥月季专用的，一点点就好了，大概是这样。那个牌子我那个是奥斯汀的，但其实其他都可以，大概量就这样，我也不会放太多。另外就是我在盆栽的月季，我对鸡粪是有一点点顾虑，因为去年我烧死过一颗，所以这种盆栽的月季我还是用刚才那个混有一点点牛羊粪的那个营养土覆盖一下表面，因为你可以看到水土流失，它的根部都露出来了，就加一点营养土就好了在表面。这就是我对1年，就它只是1年的这个盆栽苗的处理。类似的就是陶染也会做相同的事情，抗性稍微好一点的我就直接用月季专用的肥料，我就不用那个拜耳的苗了，这样稍微多放一点点，铺一层，还是一样的，在它的表面，因为它的土的水平比较低，放一点点刚才我们混好了的盆土，就覆盖一下我们放下去的肥料，大概表面覆盖一层就好了。这样就是1年生的这种盆栽苗的处理。那说完了盆栽的区域，我们现在看一下地栽的地方。这棵是我地栽的 Coco Loco，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芽已经是冒出来了。那对于 Coco Loco 这一颗月季，我首先是会在它的根部挖一个浅坑，然后在里面再进行施肥。首先我在这里用到的一个新的肥料是我刚刚买到的，是一个谷粉，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比例是4:12:0，也就是它的氮磷钾里面的氮是4，磷是12它没有钾肥在这里面。然后这其实很明显就是促进它的花果实跟根系的发展，因为磷比较高，就是促进开花的。然后用谷粉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很温和，也能够带给它一些微量元素，例如是钙、镁之类的。那我们就在它的根部的浅沟那里轻轻的撒上一层，把它比较均匀的洒落在它的根部就可以了。那在地栽的地方呢，我是不会使用农药的，因为我都是跟果树相连在一起，因此我就没有采用之前拜耳的那一款2合1，我是用美乐科的缓释肥代替。接着我们可以把它稍微跟原土混合一下，然后在混合好以后呢，我会在表面再用一些鸡粪。这些鸡粪其实是已经发酵过的，但我感觉在 Home Depot 这一款它发酵的不是非常的完全，因此我是把它作为表面覆盖物来使用，就是把它相当于是 mulch，
把它加一层大概是2寸厚的，在植株的根部的上方，直径40厘米的样子，然后把它覆盖在表面。这其实有好几个好处。第一是它的养分能够随着雨水或灌溉的时候下渗。第二的是它鸡粪其实是氮的浓度比较高，它能够抑制一些杂草的生长。大家看到的这一些呢，就是我的其他的地栽月季，它在完全做好无粉缓释肥鸡粪以后的它的样子。这样黑色的其实也比较好辨认，我哪些做了，哪些没有做，我都能够一并看出来。随着气温的上升，我院子里也渐渐开始了有一些花要开了。那我将会在下一期给大家介绍我的早春花园。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